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哈。明天就是国庆节哈，祝大家节日快乐，也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明天就开始放假了哈，假期的时候呢就不打扰大家了。正好在假期之间，应该是6号是中秋节啊，月圆之际啊，也提前祝福我们临安时空的各位亲友阖家幸福，事事都圆圆满满。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分享一位同学的体会是李艳同学的体会，写得非常好大家注意听说李老师说好久没跟您汇报了，说今儿我特高兴，今天站桩觉得特别好，说练习体察空间后马上站桩，从丹田处发出一股力量直冲头顶，全身通透像抱个大柱子一样。空松虚静，气顶着，说稳稳当当的站立在那儿，臀部就真的像有一个气垫子一样支撑着，整个后背、臀部都是暖暖的，腿也感觉到空松，有气顶着一样，太舒服了。说怪不得他们能站2个小时呢，原来是这样的。过去没有这样体会，这样一站就站得特别轻松了2个小时也没有问题。说就好像有这个道赐予的气垫的支撑着，一点也不累真是一种享受的状态，真想就这样一直站下去。说其中的快乐和美妙真是无以言表。说感谢李老师的教诲说也感谢田英老师的指导。说前几天呢，说跟田英老师交流体察空间来着，就是他学了体察空间，就和田老师一起来交流体察空间。说感恩道感恩爱的力量。说我会继续锻炼，更加深入体察空间的。说体察空间真的是无上妙法。我记得跟大家讲过这个体察空间，大概有10多年前了。我在马来西亚有个一个叫芝芝港的地方讲课就讲体察空间。讲完体察空间，我就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往我房间走，就后面有人就喊我。我跟大家说过一位老人家，他修密宗修了几十年了。他一喊我，我一回头，他在后面就要手举起来，就要给我那种大礼拜这样的，就是可以说用最高的这种礼拜，就给我马上我也不敢让他这样，我马上跑过去把他扶着，然后他就说：“哎呀，说这体察空间是太好了，我修密宗这么多年，说没有老师跟我讲过这么透彻清晰的这样一种状态。”他就很感谢我跟他讲这个体察空间。体察空间真的我自己锻炼，包括很多老师同学锻炼，我相信很多人有很好的这样的体会。我们继续看这个李岩老师他的分享说这是我练习半个月练习了半个月体察空间的情况汇报。说最近我每天无数遍的就听一课，就是体察空间这一课。说一天24小时听着体会着，他就录了音，把那个就在这个直播中把它录了音之后，反复的放，反复的听他和田英老师有交流田英老师说呢，说不能光听，说要跟着李老师呢动起来，说你不能光在那听着觉得好，不要动起来。说我就开始练蹑手蹑脚。你看我讲课中我讲体察空间，就好像蹑手蹑脚的去拿东西，练穿针引线，那个针那个小空间他也练这个练背后有人的感觉，那个人要靠近你了，靠近你很多的空间，也是这种感觉说练那个洞里拿东西，我说那个东西掉到洞里去了，你伸手这么去拿就拿东西。说练推拉开合，说行住坐卧我都在体察空间。关键什么？方法好是一方面，关键你得用心去做。你像就他这样连续这半个多月，一天24小时，就好像放着这个录音在那听，然后没事我就去体察，真的是入进去，真的是用心了。用心，再好的方法你不用心也没有用你用心了之后效果就显现出来了。说慢慢的去体察，慢慢的心真的空松起来了。说身体空松下来了，脑子也空了。锻炼的时候就没有杂念了。怎么没有杂念？我们讲说体察空间，我讲一体察空间，
时空，时空是个整体。那你体察空间定到空间里的时候，你就真正回到了当下那个时间，是活在当下。怎么活在当下？体察空间就是最好的活在当下的方法。是一下子脑子就空了，你体察空间和这个空合到了一起了。说只有一片空白，说那样的感觉可真好。我们看下面他还有发给我的分享。他说我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头绪，真有点气馁了，就开始锻炼就觉得他就说我就纳闷了，是为啥别人可以做，我就不行呢？别人可以，我怎么就不行？为什么别人说一锻炼有这么好的体会能静下来，说我怎么就不行呢？真的，我们人要有这样一种劲头别人能行，我也能行。说我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说知道您那时候在外面忙着呢，你说我到国外在忙着呢，说我就跟田英老师他们认识，就在交流说他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说经他指点，我立刻明白了不能干听，要动起来，就前面讲的要动起来才行。听只是在脑子里面，你动用生命参与其中了。所以你看我们同学之间也是互相之间相师互友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说他说的没错，说身体一动，一动起来，那个心马上就开了。你看身体一动起来，心就开了再次感谢李老师说心胸也开阔了，说这个体察空间真的是无上的妙法，无上妙法。所以这个体察空间就是我认真的去体会它。体察空间讲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也有很多同学有体会，有很好的体会林燕同学这个体会我觉得就很好，就他连续这么长时间我就练这一个，练什么？练对空间的体察。所以今天我就选了个题目，就是说不能干听，要动起来就这个题目就是从他的分享里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不少同学说是我们不说吧，就说平常我们讲说那个说嘴把式，说这个人光会说，光嘴把式，光嘴把式不行，你得有真功夫。这真功夫哪来的呀？你得练出来的。就是练功夫呢，不是练嘴皮子，你光会说不行，你光懂得道理不行。我们这有不少同学在两岸生听课，他只是听，就听一听就算了，到练的时候就不练了。有的也有同学说呢，说我不听，我到练的时候去练，其实都不好。你应该既听也练。你听了是开窍，你看懂得了体察空间，我就练去。你光练，你不知道道理呢，你有点盲修瞎练的感觉。是既要从理上开这个窍，又要从形上去入这个手，是两个东西得结合起来。真的有同学跟我说老师说我就光听一听，到练我就不练了。有的时候我前面听呢，道理我不想多听，我就想练就行了。其实我觉得都是应该听和练要结合起来。因为每天的听我们讲也讲10几分钟、20几分钟，很短的时间，但都是我觉得应该都是比较精髓的东西听一听，练一练。有一些同学呢就觉得是不屑于听，有的同学是不屑于练，就觉得就反正是自己就提不起那个劲儿出来。当然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有点懒是懒得要动，我不动了，或者说明天再动吧。我觉得这都应该去调整调整什么呢？我听的时候我认真听，练的时候我认真练。功夫不负有心人说体察空间，你看我们大家都听了，可是有几个同学就像李燕同学这样，说每天是一天24小时听这一课。我就听我就反复体会，体会，就容易进去了。什么事都怕坚持，就怕我就是一门深入这么去做去。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练功夫，真的得需要有点这种精神。就是什么精神？就傻乎乎的，不要把自己想我很聪明，我一懂就行了。一般来说做不到，脑子里明白了，还得让身体去明白它，去明白。你看体察空间，我们前面讲了说借天之力，
说往那一站桩，要借天之力。我们大概想，你体察空间，你是不是自然就借了天之力？你整个觉知是在空间里。哇，你想，就我在说，我比划的时候，大家你也可以公正。你体察空间，你和空间合到一起了。你一体察空间，我们会慢慢讲了，那空间什么呢？好像还在体察你，你和空间就合到一起了。说你就像前面讲，你好像镶嵌到空间里一样，你和它成了一个了。说你站桩，你站在这儿的，我们看你给你胳膊搭在别人肩膀上，搭在桌子上，哎，你轻松了。你现在什么？整个身体所有的细胞都好像搭在这个虚空中了。这虚空好像把你拖着了。说你站，有时候站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你都不会觉得我怎么这么累？你都在空间之中啊，空间上面是空间，下面也是空间。你站在那，你脚也不麻，真的，你脚上也是空空的，下肢甚至小腿下肢它都是轻松的。你不然的话，整个重量一压到腿上，你就沉重了。当然，这个体察空间不是为了这个，你体察空间，整个人的心啊空了，心空了。这个心空，它又不是说你不想事儿的那个心空，这个心空是有觉知的，那个心和整个虚空那个觉知合到一起了。其中的奥妙，真的像李彦同学讲的，奥妙你真的难以言表，真的是难以言表。所以体察空间，我觉得哇，这无限的，你和它合到一起，这种感觉。体察，你就变成了空间啊，你也是空的，谁去体察呀？整个无限的空间，你能体察那个无限的空间的无限的空间不在你的体察里吗？就在你的心里呀。那无限的空间是空的，你的心也是空的。去觉知无限的空间，其实就是觉知谁在觉知那个无限的空间。空空相应啊，以空应空，你看真的非常非常的奥妙。我这话讲到这儿，我就想到了就前几天有同学就提出来说，说这个跟我提出来说能不能。咱们都知道，说中国传统文化讲锻炼要练子午功，练子时功，练午时的时候练功。说能不能在8月15那天晚上，子时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站桩。说借助什么呢？说这个中秋节嘛，象征着团圆啊、幸福啊、丰收啊、富足，有这样的一些寓意，大家团聚这个全球的炎黄子孙这种。团圆美好的心情，这个场也非常好。说能不能在这个场中，我们一起站桩梳立一会儿当时我觉得天气倒是比较，这子时就很晚了就把人家大概休息，没有答应。我现在刚才突然有种感觉，可能我就想，我可能我们或者说我们到中秋节那一天，就是6号那天晚上，我们练一次练一次，就是在这个共同去赏月吧。在这个月光之中去体会那无限的夜空就体察空间，体察无限的夜空，体察无限的月光，去感受那个圆满的气息，就浸润在什么日精月华作为天地的精华之中，也去感受全球炎黄子孙那种血脉相通的那种感觉全球的华人那种天人合一的这样一种境界带一带。我想可能是我初步这么想等到6号那天晚上，当然我们可能不会太晚，比方说我们10点钟开始练到11点半这样练一练，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感受你可能8月15大家都会去赏月去看那个空间嘛，就体察那种空间感所以刚才分享李艳同学这个体会真的是很好。一方面呢，就是讲这个体察空间再一次影响大家的重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他这种学习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他学习进入2人时空时间并不长，可是他就很专心，
很专心，就这一个课我就反复听，反复听，反复练，反复练，哎，不知不觉进入状态了。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一起来练啊，就像他这样，我跟大家一起先体察空间，然后在体察空间的过程中，我们就在那站啊。好，来，大家请站起来啊。好，大家放松，放松。好，大家把脚分开。体察空间，我们想一想，我们过去的学过的体察空间的那些，我们比划的那些动作，比如拿一根针，假装拿一根针，哎，你去穿线、穿针，哦，你就假装这样去穿那个针，那一穿针的时候，你全身一定是什么？是安静的。你注意睁眼那个小小的空间，你头脑一定是空的。我穿针那种感觉，一下子头脑刚才想东想，一下没了。那种状态，在那种状态。好，你在想着下面一个洞，你东西掉到洞里去了，你伸手去拿，夹住它，胳膊上你别那个洞周围的很脏，把你胳膊弄脏了，就是小心翼翼的这样慢慢下去，你要感觉到这个空间呀，夹住那个东西，慢慢的提起来，你体会全身，全身哇，一定是整体的。拿起这种感觉，悄悄的走路，是蹑手蹑脚的，生怕动了旁边的东西，那种感觉哇，悄悄的，或者手这样一开，不要惊动了空气，一合，体察空间，你多做一点啊，然后往这儿，是你往这儿转身呀，就胳膊就体察整个，不单单的胳膊，整个身体体察这个空间。你端了一盆汤，小心翼翼的，小心别弄洒了，那种感觉。哇！你悄悄的走路，不要把别人弄醒了，睡觉别把别人弄醒了，一抬腿，哇，很轻的那种感觉。晚上回了家里了，看不到停电，看不到东西，你要去摸黑的那种感觉，或者是那个盲人摸象，哇，这样一种状态。或者说你往那一待，后面来一个人要悄悄的靠近你，要吓唬你一下，可是你知道他来了，你要体察后面那个空间，他快要到之前，吓唬他一下，感觉后面有人。两手在前面环抱，感觉后面有人。身体微下蹲，你自己也可以根据刚才我们比划的那些状态，生活中的状态，自己动一动，调整一下。你和空间合一了，然后就安静地站在这儿。
会上脸，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注意体察着无限空间，全身心的体察空间，慢慢向上，与齐平，与肩平，体察无限空间，是头顶上方，安静。慢慢下落，紧额头，面部，胸，腹，双膝软，腹归，
婴儿，腹与足面，下颚，上提，下颚，上提，下颚，上提，转掌，颈椎的后侧慢慢上升。一能点啊，手向前，到肚脐，点啊，两手分开，两臂阴长侧起，去朝空间。从一字空间设想，肩看小松，空间设想。
见色相。开，放松，两臂慢慢下落，两手重叠在肚脐上，尽量静坐，尽量。你坐在这儿，也是在空间里，你也是空的，特别是那个心啊，是空的，是真空的。有形有相的身体呀，是在那个空中，在那个真空之中，在那个空空的心里安静。大家就继续这样多坐一会儿啊，想收的慢慢就收，想多坐一会儿就坐静一会儿，安静。